如果你觉得拒绝别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，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也能成为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。当邻居让你帮他照看宠物，当朋友让你陪他逛街购物，当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以外的事儿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进行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拒绝的话，他会不会不开心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？会不会觉得我太过自私？于是，即便自己不太情愿，在脑补了各种没有发生也不一定会发生的负面结果后，你还是违心的脱口而出：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哪次真的鼓足勇气拒绝了对方，又会因为对方一些无意识的表现，把责任归咎于自己的拒绝。给他发微信，很久没有回复，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今天同事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各种猜测、纠结、内耗，然后想办法找补。我们似乎总是担心拒绝别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也总是认为无条件接受会让自己更受欢迎。但事实呢？拒绝的确可能会伴随一些负面影响，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总是会放大拒绝的负面影响。在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》杂志上有这样一项研究，探寻人们为什么总是害怕拒绝别人，以及这种害怕是否真的必要。研究者让2000名志愿者在不同的社交场景下，比如晚餐、郊游、聚会上拒绝别人。结果显示，参与者作为拒绝者时，普遍认为他们的拒绝对邀请者会造成伤害，而且认为对方不会再次邀请他们了。研究者还设定了一个打分机制，让拒绝者来评估邀请者的负面感受，最高分7分，越高表示越不开心。结果，拒绝者答出的分数在2.9到3.5分，但邀请者实际的负面感受只有2.5到2.9分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拒绝别人时，你所猜想的下限可能比实际的上限还要高。有意思的是，研究者随后又把情况反过来，让原本的拒绝者发出邀请，换邀请者来拒绝，打分情况同样反了过来。在进行角色互换后，双方的心理变化很明显。原本担心对方会不会不开心的拒绝者，一旦被拒绝，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。既然这样，人们为什么还会对不难以启齿呢？首先，在传统教育上，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被灌输要乐于助人，这种信念逐渐形成了我们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标签。而如果拒绝别人，就意味着行为跟认知是对立的。我明明是个与人为善的人，但现在我却在拒绝别人，这是严重的认知失调。为了保持心理与行为的一致性，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就下意识地答应了对方。其次，在人际交往上，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点是互惠原则，就是觉得自己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自己好。理论上并没有问题，但并不完全适用所有人，因为在某些没有边界感的人看来，你的善意是一种软弱的表现。之前有一次朋友借我的车，虽然我每天通勤也要用，但碍于面子还是借给了他。可惜的是车被划了，可恨的是他还让我自己走保险。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从那以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别人怎么对我也有我的一份责任，谁让我不知道拒绝呢？还有，我们总是会默认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，或者叫做焦点效应，误认为自己是别人世界里的焦点，高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。别人提出要求，并不是说我们是他唯一的选择，很可能我们只是他众多选项中的一个。就比如借钱，如果你不借给他，他还会找其他朋友借。所以在拒绝的时候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，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。你只需要考虑一件事，那就是问问自己，这个忙你想不想帮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聊完了为什么不好拒绝，咱们再聊聊如何拒绝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千万不要着急答应，你只需要给自己哪怕1秒钟的缓冲时间。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，只需要延迟0.1秒再做决策，大脑就会屏蔽干扰，提高决策质量。这是先跳出思维定式，你就告诉对方自己在忙，等再回复，或者直接假装没听见，让对方再重复一遍，这样就有了缓冲时间。然后利用缓冲时间再来推翻自己原有的思维定式。比如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跳出来，他都好意思麻烦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的？再比如，他会不会不开心，跳出来，他开不开心不重要，你自己开心才重要。其实当你犹豫的时候，就可以下决定了，那就是拒绝。因为只有你想帮他的时候，你才不会犹豫，所以放心大胆的拒绝吧。感谢宝子们坚持看到最后，如果对内容有一点点感悟，可以点赞收藏。你不会这么快就学会拒绝了吧？